他为无限关门开灯，把一直安静拉着自己手的 Alpha 按在床上，给他倒了杯温水。蓝湛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水，浅浅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看着魏无羡。想吃什么吗？魏无羡有点后悔地抓了抓后脑，我忘记楼下那家面馆换厨子了，你好像没吃多少，是不是太咸了？我给你再煮点粥。蓝湛乖巧地摇摇头。蓝湛你还记得你自己的事情吗？魏无羡很少照顾小孩子，可面对这样一个人高马大，可心智只有6岁的帅气 Alpha， 魏无羡感觉自己的耐心前所未有的足。记得。蓝湛点点头。魏无羡赶忙问，那你记得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家住哪儿吗？蓝湛把喝完了的水杯放在茶几上，双手放在膝上，神色很是低落。家里有父亲、叔父，还有兄长、母亲我见不到了。魏无羡眼见一个大男人露出孩童般委屈的表情，尤其是这种明明很伤心却还倔强隐忍的样子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，赶紧坐在他身边搂住他，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。现在的蓝湛是6岁心智，那岂不是他6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在了？魏无羡顿时产生了一股同病相怜之感，他的父母也在自己小时候便不在了。我没事。蓝湛抬头看着拍自己肩膀的魏无羡，伸手想碰一碰他，却半路收了回去，好像有些不太好意思。魏无羡觉得这个帅气的 Alpha 小时候太可爱太令人心疼了，有些遗憾没有早些认识他。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哥哥呢？蓝忘机摇摇头，兄长叫蓝焕。题外话，我怎么知道清衡君叫啥名字？魏无羡想了半天，觉得这个名字很是陌生。云深集团的总裁倒是也姓蓝，叫做蓝曦臣。不过魏无羡一向也不看财经杂志，只是因为云深集团是有名的豪门世家，与收养自己的云梦集团董事长江叔叔有生意往来，所以他知道一些。好吧，我看你这件衬衫好像是高定，家里一定不缺钱，我还以为是我听过的那个蓝家呢，不过名字好像对不上。算了，我会再托人打听打听，找到你家人前，你就跟我一起住好不好？魏无羡努力让自己露出最无害、最单纯的微笑，循循善诱。蓝湛点头，眼中绽放出光彩。好，不过嘛，你先叫我一声哥哥来听听。魏无羡期待地引诱道。蓝湛抿唇，有点不太愿意的样子。魏无羡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自己舍不得吃的香草冰淇淋，在蓝湛面前晃了晃，你叫一声羡哥哥，我就给你一个冰淇淋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蓝湛瞪大了眼。魏无羡吃了一惊，不会吧？你没见过冰淇淋吗？很好吃很甜的。蓝忘机放在膝盖上的手蜷缩了一下，有点低落，没有。你家人不给你吃冰淇淋吗？魏无羡完全忘了要让人叫哥哥的事，心疼的自己撕开包装纸递到蓝湛的嘴边，来，舔一口试试，很好吃的。蓝湛望着白色的香草冰淇淋，上面冒着浅浅的白烟，还有传来香香甜甜的气息，引得他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，询问的眼神真挚纯真。真的可以吃吗？当然啦，我们是朋友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魏无羡拍拍自己的胸脯，露出好看的笑容，看得蓝湛眼睛亮亮的，耳根微微发烫。朋友，我也有朋友了。蓝湛伸出粉色的舌尖，轻轻触了触冰淇淋，仿佛是被冰到了，迅速收了回去，然后又试探的再次伸出舌头，舔了一下，好甜。蓝湛这才从魏无羡手里双手拿过冰淇淋，小声地说，谢谢，羡哥哥。魏无羡心脏狂跳着，他望着与自己一般大的 Alpha， 他的面庞在暖暖的灯光中显得无比柔和，明明是一身清冷淡雅的气质，身上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裤，眼中却满是干净纯澈的目光，仿佛藏着漫天的星光，不染尘埃，柔和的让人心动。他好像喜欢上这个 Alpha 了。突然，在认真小口舔着冰淇淋的蓝湛突然皱了皱眉，嗅了嗅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。魏无羡还沉浸自己对一个只有6岁心智的成年 Alpha 心动的情绪中没有出来，被他忽然一问，才惊觉自己体内突然涌起一大股压制不住的热意，脸颊瞬间变通红，手指软得差点抬不起来。我发情期怎么这么快？不是还有几天的吗？魏无羡一捂自己的后颈腺体，汹涌的情潮令他呼吸急促，声音都颤抖起来，
眼尾勾勒出一丝媚意，甜腻的信息素直接充满了小小的客厅。蓝湛闻着这股香甜至极的味道，脸色也微微变了。他举着自己舔过的冰淇淋，犹犹豫豫地递过去：“你很热吧？要不要舔一口？”啊！魏无羡想着自己的抑制剂好像放在卧室床头柜的抽屉了，可情潮来得太快了，他现在浑身上下都没什么力气，更别提身边还有一个 Alpha 在了。魏无羡脑子里嗡嗡嗡的听不清他说的话，满满的全是最后3个字：舔一口。他口干舌燥的看着面前满是关心之色的蓝湛，他身上有淡淡的檀香味，闻起来清凉的很。他在这个角度甚至能看清他说话时喉间上下滚动的喉结。好想舔一口。魏无羡神智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发情期给搅成一团浆糊，他面前的这个 Alpha 就是冰块，只要靠着他，自己就能舒服。这种强烈的愿望令他开了口：“蓝湛，你能让我抱一下吗？”屋内Omega的信息素太过浓郁，蓝湛觉得自己被这气味引得心口一团火呼之欲出，可他不懂这是什么。看着面前俊美的小哥哥如此痛苦的模样，他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他。听到对方的要求后，蓝湛毫不犹豫地伸手将魏无羡抱在怀里，就像是以前母亲抱他一样。阿湛，如果你以后成为了 Alpha，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 Omega 哦，绝对不可以让他受到伤害。蓝湛，魏无羡手臂无意识地缠绕上蓝湛的近腰，如同溺水的人紧紧抓着唯一一根浮木一般，贪婪地呼吸着他身上的气息。虽然蓝湛没有散发出太多的信息素，但丝丝缕缕的檀香味还是让魏无羡的状况得到了一些缓解，令他神智慢慢回笼。魏无羡立刻推开了蓝湛，满脸的后悔和不可置信。他到底干了什么？他是一个心智只有6岁的 Alpha， 自己怎么可以这么乘人之危？魏无羡恨不得甩自己一个巴掌，他现在都不敢去看对方的表情，跌跌撞撞地跑到卧室，找到抑制剂给自己打了进去，闭着眼靠在床边，静静等着发情期过去。蓝湛担心地跟着他跑了进去，他手里还小心地拿着那半只冰淇淋，蹲在一边看着有气无力的魏无羡，见他额头脸上都是汗水，想了想又跑去了卫生间。魏无羡睁开眼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张清俊似神奇的脸，眼中清澈无邪却满是担忧之色，正拿着一块毛巾为自己擦脸。见他睁开眼，对方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来：“魏婴，你醒了。”这个笑容看得魏无羡眼睛一亮，仿佛都能听到初雪融化，枝头花朵盛开的声音。魏无羡又忍不住去捂自己的心脏，这可真要命。这昙花一现的笑容转瞬即逝。蓝湛见魏无羡醒来后，便从旁边床头柜上捧来水杯递给他：“你喝点水。”魏无羡一看，正是自己回来时给蓝湛喝水用的杯子，笑眯眯地接过来一饮而尽。